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懂买买。这一视频跟大家聊一聊未来的 EC6 产品。2019年呢是未来比较艰难的一年，他们发布了 EC6 ，NIO 家族呢开创性的使用了一整片玻璃以及溜背设计，长得非常好看。于是呢我也买了一台。EC6 这个车型卖的怎么样呢？截止到2023年7月啊，未来官方数据是它一共卖了5.4万台。所以回到这款产品上来说，全新一代的蔚来 EC6，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ES6 的一个衍生车型。相比 SUV 呢，它做的是一个大溜背的设计，背部呢它跟 EC7 一样，它使用了主动式的尾翼。那车机里呢可以手动去控制打开，这个尾翼呢有2档不同的高度调节。前灯方面呢 ，Double Dash 未来的一个设计语言第一次把它做断开了，就这个日间行车灯是断开的。虽然未来介绍了很多这个灯的设计啊，这个灯的一些特色，比如说灯的上半部分呢几乎是无框式的设计，对吧？这个灯罩呢都几乎你是看不见的，它是被这个车的机盖所作为灯的上沿的，做了一些设定。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断不断开，可能还是为了未来心中所在乎的那个差异化硬做出来的一些差异吧。然后未来饱受好评的 ADB 多光束大灯啊，预计呢在 EC6 上仍然是标配，这个真的是走夜路的神器啊！我的 ES8 视频中已经详细的拍过了，不再赘述ES6、EC6、EC7 都有这个灯，应该做的非常非常的好。性能方面呢，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电机啊，前150千瓦，后210千瓦。这个电机呢，在 ET5、ET5T 以及 ES6 上都有广泛的使用。悬架结构方面呢，也都是前后5连杆加上 CTC， 这一点跟 ES6 别无二致。ES6 在懂车帝的评测曾经做出过惊为天人的 84.08 公里每小时的麋鹿成绩啊，这一成绩比一些同级别的车型要高出10几公里以上，你想想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所以 EC6 用的就是 ES6 这么一整套东西嘛，预计整个车的驾控，整个车的操纵感受依然会非常出色。100公里加速呢，未来标的是 4.4 秒，那按照未来一向反向虚标的传统，如果你是单人去踩的话，应该可以踩到 3.9 秒到4秒的样子，反正未来一向就是反向虚标嘛。风阻系数呢 0.24 CD 比 ES6 的 0.25 CD 要低，那这是意味着在长途的过程中，这个续航75度应该可以做到490公里以上了，100度应该也能做到630公里左右了，比 ES6 要略微多一些。当然了，这肯定也要使用那一款低滚阻轮胎才能做到这个成绩。如果你使用 P0 那种性能胎呢，续航可能还要相应的再下降几十公里。刹车呢，一如既往的采用的是蔚来自研的4活塞定潜，官方的刹车成绩呢是100公里 34.5 米。在这些基础性的硬件方面呢，蔚来已经做到了非常深度的复用了。所以你看到无论是150加210千瓦的电动机结构，还是这一整套底盘悬架甚至卡钳刹车，都是一样的，开起来的感受呢应该也差不多的。但是呢，在驾驶模式上面，蔚来通过软件又做出了一些区别啊。相比于 EC6 的 Sport Plus， 他们会做一个单独的调教，官方说呢，这个调教会显得更加激进啊。内饰呢，蔚来一整套这个内饰大家应该很熟悉的，质感比较不错，而且配置是到位的。如果你选择座椅通风的话呢，蔚来一定是吸风式的座椅通风，不仅通风的量大效果好，而且它的通风的噪音非常小。内饰方面呢 ，EC6 给了一些专属的颜色，比如丹霞红，比如橙湖蓝以及博腾紫可选。蔚来的每一款颜色都还算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独到的设定啊，做的其实挺不错的。但是呢，稍微要说一点呢，就是这一次 EC6 的座椅的头枕跟 ES6 的不一样啊。未来 ES6 上有一个饱受好评的4项调节头枕，在 EC6 上没有了，它又变成了一个那种一体式的运动式的座椅。我个人觉得嘛，都从善如流嘛，就是有了好的东西就应该不停的复用，不要瞎折腾，对吧？一款车搞一个座椅，看着也挺复杂的。座椅舒适性什么的，基本上跟 ES6 是一样的，可能也就是在座椅的缝线走线上稍微有一些不同。女王副驾什么的也跟新一代的 ES6 是一样的。经过这几个月的交付，没有人说座椅不舒服啊。未来这一整套自研的座椅骨架应该还是非常棒的。车内空间方面呢，后排继续支持424放倒，这是好评啊！不管是搬家还是放钓鱼竿这样的长物品都非常方便。那后排的座椅呢，也跟 ES6 一样有一定的角度调节，舒适程度上坐起来也没有问题。后备箱下面呢，因为车后副车架是一体压铸的原因，所以呢后备箱的容积产生了一些正向激励。它除了正常的后备箱容积之外，掀起来下方仍然有一个大的盒子的空间。这个大盒子的空间中，你再掀一下，下面还有一个深坑，可以给你放一些包之类的隐私性的物品。放东西其实真的非常棒。顺便说一句，未来的后备箱开启方式也是溜背式车型该有的这一整个掀起来的方式啊，所以在空间上如果放一些大件行李的话，你会摆放会更加的容易。作为一台 ES6 的姊妹车型，我觉得 EC6 的设定就是颜值之上了。那至于定价的话，你怎么看呢？上一代的 EC6 反正是要比同年的 ES6 是要贵的，但是呢，未来在 ET5T 又跟 ET5 做到了同价，一时间引爆了市场，所以这一次定价的时间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未来呢将在15号发布价格，最近的 Neon House 都会有展车，欢迎大家去看一看。那关于这款车的试驾啊什么的，后续呢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视频吧。好了，这是这频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懂买买，买买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